美军开始实验让运输机变身战略轰炸机，是美国轰炸机不够用了吗？由运输机投送巡航导弹又有哪些优势？这样的办法对中国空军有何参考价值？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有一条消息报道说呀，美国用 C-130大力神这种运输机来兼顾轰炸机的这种功能啊，很多人就说，嗨，这就说明啊，美国没钱了啊！你看看拿运输机去当轰炸机使用，所以呢，就说明轰炸机数量少嘛，这个不够用了嘛，所以要用这种运输机，因为美国的运输机这个机型很多，而且数量很多，用它来代替轰炸机，其实绝不是这样一个原因。为什么说呢？因为 C-130啊，大力神，它的这个时间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啊，这个应该说可靠性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向世界很多的国家都进行了出口啊。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说美国要用运输机来替代这个轰炸机的功能呢？我们先讲美国的轰炸机。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就是轰炸机型号最多的国家，我主要指的是战略轰炸机，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B-52啊，这种啊就是用的时间啊半个世纪的这种轰炸机，还有一个 B-1B 超音速的这种战略轰炸机，再有就是 B-2，就是世界上唯一的隐身的轰炸机。那美国一应俱全，那用这样的这么多的轰炸机还不够用吗？不是的啊，你想想，这个所有的这些轰炸机自身的重量都在100吨以上，就是自身的空重啊，还没有挂弹呢，就这么重了。那一旦挂弹，比如说 B-52啊，它一旦挂弹之后多少呢？最大起飞重量220吨重啊，这是它的一个非常重的这么一个数据。再有一个，像战略轰炸机，一般飞8000公里、10000公里，就跨洲际的飞行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载弹量大啊，那这是它的这个轰炸的时候所具有的能力，跨洲际飞行，大量的这个载弹。而我们看，像这个 C-130大力神这样的运输机，它自身的空重是多少呢？是58吨。那58吨再加上它搭载的这些人员或者装备，最大的起飞重量多少？90多吨，不到100吨。就是它搭上了武器装备和人员的话，还没有就是 B-52的空重来的重。那这就带来问题了，就是当这个飞机在跑道上起飞的时候，就轰炸机一般的说，起码要60厘米的这种混凝土这种跑道，不然的话它经不住这么大的这个冲击力。所以呢，我们讲这个军用的运输机，你要注意看，它和民用的运输机不一样。我们做的这个民航客机，比如说你做波音737或者做这个空客320这样的这个客机，它的飞机的机翼，咱们就讲飞机翅膀都是下单翼就是在机身的靠下边。军用的运输机都是上单翼在上面，因为它可以在简易的跑道上起飞，用的这个距离比较短。大力神就是这样，简易跑道就可以起飞了。所以你想，它如果能够在简易的跑道上起飞的话，那它在军事执行任务的时候，就是你这儿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军用机场，或者比较就是能够供轰炸机用的，那我就能起飞。所以那这样一来呢，运输机就可以起到就是在简易的机场起飞，并且搭载适当的这个炸弹，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它就增加了在执行军事任务的时候使用的平台。不然的话，战略轰炸机用不了对不对？起不来或者是过去的话成本太高你想运输机的成本多低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再有一个，当你就是运输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地面火力的打击，无论是高射炮还是对方的这个防空的导弹，那都可能打击你所以你看，这次美国它是用 C-130大力神挂载的什么导弹呢？是 AGM-158，这是一款空对地的导弹它打的距离是比较远的几百公里可以打出去的。那这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它不但可以打你，它还可以防就是如果这个运输机想在某一个机场降落执行任务、运输任务的时候，它知道附近可能有雷达或者是有这个导弹阵地的话，
它可以用这种反辐射导弹，因为 AGM-158这种导弹是反辐射的，它可以抗干扰，而且打击的精度很高。它而且是防区外打击，几百公里，就是你的导弹可能打不着我的时候，我就先把导弹打出去，把你的雷达毁掉，把你的这个导弹阵地给毁掉。所以它也是一种相应的积极防御啊。所以它用运输机挂弹之后，既可以担负一定的轰炸机的任务，同时也给自己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呢，有了很好的防御手段。不然的话，就是其他的飞机或者地面部队必须把地面的这些防空反导的部队全部给消灭掉，他才敢落下去，不然的话他自己可能就成靶子了。所以我们看美国这次用这个大力神运输机来兼顾轰炸机的这种职责，或者进行相关的测试，并不是说美国的轰炸机不够用了，而是说它要扩大这个平台的使用的范围，同时使它有更安全的这种性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